罗峰，你要不再考虑一下？我也想为地球的发展尽自己的一份力量。真的不考虑跟宇宙第一银行合作吗？所有人都得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到底什么样的天才才能被宗主看上啊？你要是上门拜师，他不收，之后你就再难拜入其他人门下了。听说真眼王早就不打算收徒了。我会成为你最好的帮手。弟子罗峰，恳请老师收弟子为徒。说吧，最近有见过罗峰吗？你看，我早就说过会先罗峰一步通过第2层。他深知敌不过我而回避与我比试，也算是有自知之明。一味枯坐修炼，期间从未闯过通天桥。罗峰，希望你不要在修炼上走岔路才好啊！我日复一日的修炼，仿佛在追逐一个永远无法到达的彼岸。虽然无异于他人竞争，但我避不开的是漫长时间的袭人。即便有我提供延寿药物，有限的数量，加上个人禀赋不同，并非所有人都能挺过去。不过，啊，我们出去了。罗平，你快点！聒噪。走了。人会在时间引领下走向终点，但同时，时间也带来了新生。后来，我的购买渠道得以拓宽，我的家人得以保持着从前的样子。妖娆、冰山和野兽也同样收到了大哥从宇宙寄来的延寿药物。如今，在我无法触及的宇宙另一端，他们一直努力着，生活着。2084年1月，在二哥和阿华的努力下，通通母巢防御计划开始正式推进。2086年3月1日，地球联邦通过开拓领土的决议，各大基地市开始向外扩建。2088年，人类生存范围进一步扩大，陆地怪兽成为武者试炼对象，还有部分武者则选择征战星空。2089年初，婷婷开始协助徐新处理公司事务，而小海性格随我，不安分，已经在闯荡宇宙了。2091年，精英训练营将天才培养目标上调为行星级。2092年，吴大国正式进军海域。2099年，火星改造计划启动。史江、赵若，还有妖娆亲卫，将成为火星的第一批移民。虽然未来无法预测，但眼见他们一步步向前迈进，
我又怎会止步不前？我将飘雪秘法与混沌杯图画相互参照，经过多年沉淀，无论是对本源法则的领悟，还是招式的运用，我都有了长足进步。地球上已经过去了30年，按混沌城时间计算，我也已经枯燥了整整10年。在你闭关之后，我们几个排前10的，还有加莱西，都闯过了通天桥第2层，而你在10年以来完全销声匿迹。所以很多人在质疑你的实力。哼，你不质疑吗？我不质疑啊。我相信，为了族群命运而努力的人，是不会轻言放弃的。毕竟我也是为了族群在奋斗啊。我家那老爹呀，严格的要死，整天就知道逼我修炼，还学什么皇族礼仪。哎，这比修炼还要我命。哎，我的实力是高是低，很快就能揭晓。当初掏空积分构筑的幽影吸血刀，抹杀族分身一直在钻研，而他的招式同样适用于我的人类身体。幽影吸血刀。怒影！新人的考察工作要告一段落了，博兰和龙君的表现都很亮眼。龙玉，来，喝一杯。不喝了，我还有公事呢。跟你喝起来，我哪还走得了啊？那我自己喝。你看好的罗峰都落在后面了，我向九剑尊者报告的时候，可不好解释啊。龙玉王殿下，罗峰已顺利通过通天桥第2层。虽然闯过第2层，但与天才战前10的其他人相比，进度落后了数年，并不值得称道。属下认为，罗峰的通过方式值得关注。他选择的对手是武者，即便是强者，也难以兼顾近战和远程。身为精神念师，却能以近身战通过第2层，这份成绩的含金量，可比其他通过者高得多吧？两位，系统显示。罗峰正以掌控者为对手，开始闯第3层。此前只有博兰能接连闯过第1、第2层。结合历届的考核情况来看，罗峰接连闯过第2、第3层的几率微乎其微。而一旦通过，就是前所未有的壮举。哎呦！过去了，这么他也过了，我觉得他是不可见的罗峰通过第2层后，又在闯第3层。看来他静坐10年，是在悄悄下功夫呢。
不过，有人从苍国前辈那里听说，九羽流派中，除真眼王以外，炎龙王、千幻王、剑环王等宗师级强者都没有跟进了解罗峰情况。难道他们并不看好这次的结果？第3次用不了几个回合就会败了。我觉得罗峰相当有机会冲这一层。罗峰整整10年都停留在第1层，一转眼就要冲击第3层了。常年停留在第1层，不正代表着他进展缓慢？怎么可能会闯过？能将9柄金剑合为一柄，他的实力果然比第1层时强大不少。不过这招我也会。第3层意味着追平博兰，罗峰他根本做不到这个程度。这不可能！罗峰，多年来，我有宇宙国主之道。还有仅次于博兰的主观速度，所以我的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超越博兰。从来没有设想过被其他人超越的可能，这是一次惊醒。罗峰，恭喜你！就连炎龙他们也按捺不住，开始向我打听罗峰的情况。龙玉，这下你该相信我的判断了吧？考察新人这么久，竟然没你看得准。放心吧，今日之事，我会将最新的结论报给九剑尊者。本届天才中，罗峰在通天桥的成绩与博兰比肩，并列第1。如今，我已悟透雨滴途中的每一滴雨，其演变而生的9种意境，于我而言，已没有秘密。世界突破至域主级的标志，随着等级的提升，起点内部未来能孕育出一个可让他人在其中生存的世界。金角巨兽和魔杀族分身也都突破到了域主级。先前是体内世界的等级限制了分身成长，如今限制终于解除。你现在的实力虽然还比不上域主级高阶的明月，但足以碾压当初威胁地球的诺兰山。10年间，因地球人身体一直枯坐3物空间法则，导致其等级还停留在宇宙级1阶。日后我得抓紧修炼。他站在这里好一会儿了，一直在看刻录呢。
波兰，你也是来参悟的？不，炼落的心得体悟不适用于我。这是3000年来一心潜修的沉着心性，值得一学。虽然他有着天才战总排名第1的头衔，3000年来也不乏被赶超、被轻视的经历。为了不落于人后，他恐怕体会了不少艰辛。体会艰辛，体会艰辛毋庸置疑，但他的出发点未必是与他人比较。我想，炼落不是为了外部评价而改变行动的人。他之所以能一心潜修，是他只将自己作为对手。毕竟，比起超越别人，超越以前的自己，会让事情简单很多。波兰与炼落同为天才战第1，他对当年炼落心境的揣摩，或许比我更为贴切。你若想另找提升方法，不如去城外闯闯看。城外，九剑尊者提过混沌城有3宝，而其中的第3宝就在城外。宇宙在初始状态时孕育出的奇异生物，将其核心吸入体内，有助于加快本源法则的领悟，故而又名混沌城第3宝。原来第3宝就是混沌兽。还有最后一句呢。既出城门，生死自存。哎，这有生命危险！嘶吼声，好强的穿透力！好像是附近星球传来的，宇宙里也能传声？不对，这嘶吼声直击灵魂。能发出这种嘶吼的生物，实力绝不简单。难道？龙峰，你得小心，我们这一届已经有不少人被混沌兽杀死。我和吴卡也是好不容易从兽群之中把龙云带出来的。一个让修炼者参悟的圣地，为何盘踞着这么可怕的存在？显然，这是虚拟宇宙公司为了不让手下成员怠于修炼，给予的生存压力。你在城外恐怕不会受到保护了。龙云身受重伤，那我如果只身冒险，恐怕也……比起超越别人，超越以前的自己，会让事情简单很多。龙峰，外面危险，你先等我们。不了，我一个人去。龙峰，龙峰！不与他人比，只与自己比。波兰说的没错。回想以前，不管有什么凶险，我从未退缩过。我可不能输给过去的自己。这样，从那儿传来的，是我的错觉吗？感觉那颗星球周围特别黑。混沌兽。靠近后，感觉嘶吼声更强烈了。啊！
坚硬身躯，此天时收效甚微，甚至还会被抓住破绽，危及性命。将我参悟混沌碑时在脑海中浮现的招式完美还原出来。这就是混沌兽的核心了。元核作为3个身体的共同核心，在吸收混沌兽力量后，会令金角巨兽和魔杀族分身对金之本源法则和空间本源法则产生更加清晰的感悟。人类身体虽略有不及，但也在蜕变中。要独自面对混沌兽群，难怪众多天才会折戟于此。但是，我有必须应战的理由。除了更进一步的博览，仅有荣军和加莱西闯过第1层。不知谁会是下一个通过者。你终于来了。加莱西刚闯过第1层就张扬起来，也许是天才战时期被罗峰击杀过，怀恨在心吧。最近他一直强调自己现在能轻取罗峰。这是通天桥的实时测试数据。罗峰，眼神兵第3重，天剑式。仍旧不如你施展的灵活，但我能利用领域强化眼神兵的威力。罗峰闯过第1层了。加莱西，你现在还觉得能轻取罗峰吗？既然我能先他一步通过第1层，那第2层也会如此。